这2年各种口味的精酿层出不穷，但还没有青梅风味。巧了，今天我就分享一个简单的青梅精酿，把逻辑原理呈现出来，这样大家就可以根据逻辑尽情的延伸了。这是我3个月前做的青梅露，按照调酒的方式，再把啤酒倒进来，然后搅拌一下，这样就可以了吗？我们品尝一下。99青梅是青梅的，为了滋味融合起来，我还搅拌了，导致二氧化碳带来的小刺激感都减少了，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这款蓝带小蓝王全麦原本是漂亮的云朵泡沫，100%的全麦芽酿造，720小时的低温慢发酵工艺，酒体更加饱满。而我调酒方式的操作，完美的破坏了酒体的自身特征。那我们换个方式。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融合，第二是气泡感。我们先将蓝带小蓝王全麦倒出来，搅拌至气泡消散，再倒入青梅露。由于融合度不好，我们加入了一点苹果汁。搅拌均匀后，我们一起倒入打气瓶，然后手动充气。这样的方式就能再次保证二氧化碳的充足。品尝一下，精酿里的麦芽香气和青梅的滋味很好的融合了，苹果汁让两者的过渡显得顺滑，蓝带小蓝王全麦自身的包容性和扎实的酒体更适合年轻人追求层次又叛逆的口感。以此方式为延伸，可以做花类口味、茶类口味、水果类口味，甚至是榴莲口味，大家自由发挥吧。3款有情感温度的鸡尾酒适合炎热的夏天，一杯敬兄弟情，一杯敬爱情，一杯敬同窗情，既简单又有颜值，还好喝。先来一杯兄弟情。调酒降温是可以让鸡尾酒更加鲜爽的关键，柠檬汁增加了酸爽的感觉，是这杯鸡尾酒的主调。蓝橙糖浆是颜值的担当，也在柠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丝橙子的香气。酒这次咱用的是喜酒旗下的知交酒，纯粮固态发酵，酱香显著，提供了兄弟间的江湖气息。然后苏打水补满，让所有滋味融合并适口。最后香水柠檬装饰，增加一丝独特的香气。这一杯敬兄弟。再来一杯敬爱情，依旧是冰块打底，红石榴糖浆提供底部的色彩和滋味，水溶 C 作为色彩的过渡，也让口感更加顺滑。知交酒提供中间层冷暖的过渡，蓝色半月平行，似有海上生明月的浪漫，然后气泡水辅至8分满。最后蓝橙糖浆提供上层的冷色系，这杯冷暖色彩搭配且有分层效果的鸡尾酒，像浪漫童话敬爱情。最后一杯敬同窗情，代表少年感的薄荷、青柠放入成品杯，再撒一点白砂糖，倒出汁水后放入冰块，再来一点薄荷糖浆，再倒入知交酒，让酱香的滋味赋予莫吉托独特的中国风，也让滋味在雅致中有一些清新，然后气泡水补满，最后青柠片和薄荷装饰，这种青葱岁月感的美好回忆敬同窗。以前很多鸡尾酒都是用洋酒调制，而我们慢慢发现，那些经过纯粮固态发酵酿造而成的中国白酒调成的鸡尾酒，香气会更加迷人。我也相信未来国际上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白酒鸡尾酒出现并获奖。都说桑葚浑身是宝，我就用这个宝酿酒，要做到酒体饱满好喝，没想到还真费了劲。按照传统葡萄酒的方式，把桑葚捣碎，然后倒入酵母，搅拌均匀。20度左右的环境，密封发酵大约20天后结束。我们开封后压榨出酒汁，然后过滤出酒液。品尝一下，入口是明显且滋味过重的果味，但这果味入口后就消失了，中后口开始明显的寡淡。5分满分的话，这口感勉强得1分吧。出问题的地方是前口重，后口淡。前口重大概率是果渣浸泡时间太长导致。一竿子到底的方法是青汁发酵，就是榨桑葚汁出来。加入酵母后搅拌均匀，20度左右的环境，密封发酵20多天后结束。过滤出酒液，我们品尝一下，入口滋味变淡后比较适口了，但中后口还是寡淡，没有明显的不适，能喝但不那么好喝，2分是可以有了。再提升就是解决后口寡淡，常规操作是加糖，说白了就是桑葚汁的含糖量不够，酿出来的酒度数低，呈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后口寡淡。于是我又榨了一些桑葚青汁，测了一下含糖量，才13。
我加入白糖，提升至27左右，加入酵母后搅拌均匀。20度左右的环境，这次发酵了大约30天才结束。过滤出酒液，我们品尝一下。入口果味的同时，酒精感也逐渐明显。中后口虽然有滋味，但主体还是酒精的感觉，也不太好喝，勉强打个3分吧。分析一下，我们把果味和酒精味分开，当酒味和果味均衡的时候，口感会比较舒适。而我们加糖导致了酒味大于果味，所以酒精感太重，不太好喝。而当果味大于酒味的时候，喝起来就会腻，也不太好。简单说就是要平衡。那有什么办法可以不加糖来提升含糖量呢？有一个家庭版的方式，就是利用糖水冰点低于清水冰点的原理。我先榨取出一罐桑葚汁，然后放入冰箱冷冻48小时，再将它拿出来倒置在容器上，这样糖分带着汁水会先融化下来，含糖量也会高一些。而剩下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冰碴子了，含糖量会很低。大约4个小时后，2升的桑葚汁差不多融化出不到1升的桑葚汁，测一下含糖量，21个点了。虽然还达不到预期，但可以再发酵试试可行性。于是我又加入酵母，搅拌均匀。20度左右的环境，这次发酵了差不多40天才结束。过滤出酒液，品尝下，整体的果味有了很大的提升，酒体的饱满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酒精感几乎品尝不到了，整体比较平衡饱满，4分可以说是有了。但这种生产工艺不太好实现，而且浪费严重，怎么办呢？据了解，果汁领域有一种低温真空浓缩的方式，是在不破坏原果滋味和营养的情况下蒸发掉果汁里的水分，加入酵母，搅拌均匀。20度左右的环境，这次发酵了大约60天才结束。又加入葡萄酒常用的皂土，沉降1周，过滤出更清澈的酒液，品尝一下。比冷冻后的那款还要浓郁，酸度、甜度、饱满度和酒感做到了很舒适的均衡，既有红酒的特征，又有桑葚的属性，4.5分是绰绰有余了。再进步的空间已经不太大了。这样的产品又经过了过滤和杀菌等后处理，最终装到咱们200毫升的瓶子里，贴上标签，还是老规矩，尝尝不？最近发现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解构系，今天我们就做一个解构苹果。这是普通红苹果，这是新西兰加利果，这是鸡心果。我发现小号的加利果也无法很好的放入杯子，所以我们的解构苹果大多应该都是解构鸡心果。解构系的另一个关键是冰块，先用大盒子装水，底下放泡沫板，冷冻48小时，再逐步分切成小块，切一颗鸡心果，再把冰块和鸡心果一层一层分开，做成这种解构的形状，然后再放入冰箱冷冻一会儿，让冰块和苹果粘接得更紧一些。然后是调酒，原本的马天尼度数有些高，不太适合我们一般新手。我改一个茶香占主调且度数低的，首先来点有茶中香水之称的凤凰单丛，大约 2.5 克。而最近泡茶一直用云米昆仑4 Pro， 云米作为矿化滤芯的发明者，它是由昆仑山矿石打造的昆仑芯，模拟天然活泉在自然矿石中的渗透过程，可以把自来水过滤成含有6种矿物质的弱碱水。更人性化的是它1400加仑的大通量秒速接水，着实解决了泡茶党接水慢的痛点。这种先净化后矿化的方式，口感回甘清冽，用它泡的茶后口的滋味也更足。我又加入了3-4朵平阴玫瑰，给它们一个很好的过渡，再把泡好的茶水放入冰水中快速降温，再准备一个搅拌杯，放入冰块，倒入基酒，再倒入茶汤，搅拌至完全降温，然后拿出冻好的解构鸡心果，把鸡尾酒过滤进去，最后再挤出点柠檬皮汁水，让入口更清爽。喝的时候可以先拍照，然后喝一口酒，吃一口苹果，还有点意思。